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做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上周我发了一条男性性自主权同样应值得关注与重视的视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呢并不高。但是我認為這個議題不容忽視，所以我決定再單開一期視頻，好好講講男性性自主權的問題。強調我講這條視頻呢，並不是在打男權，也並非就是喜歡在性別議題上大做文章。本視頻我們就6個字，擺事實，講道理，告訴大家目前在性權利保護層面，我國在立法上就是客觀存在且急需改正的不平等現象。正片開始朋友們先走一波擺事實和講道理，彈幕保護一下。這一現象體現在哪兒呢？就體現在強姦罪。我國刑法第236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婦女的，構成強姦罪。在該條文中有明確將強姦罪的侵害對象限定為婦女。在此規定下呢，如果男性遭遇性器官插入這類重度的性侵，就無法追究侵害人強姦罪。根據目前的立法，只能以強制猥褻罪追究侵害人刑事責任，而與強姦罪最高可達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相對應的是猥褻罪最高僅為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沒有無期和死刑。且如果沒有聚眾猥褻，在公眾場合下猥褻及其他惡劣情節強制猥褻罪的刑期最高將不超過5年。當然，真發生此類男性被性侵的案例能判刑就算不錯了。許多案件大多只是行政拘留，乃至於調解結案了事。比如在河北發生的一起女性強姦男性的案子在該案中呢，被害人是名未滿16歲的男性，3名年滿30歲的已婚女性呢，就趁其去衛生間之際在酒杯裡就放入了性刺激的藥物，然後誘騙其滿足他們的性要求。隨後呢，3名女性就對被害人實施了性侵犯，長達2小時之久，並導致被害人因為勞累過度突然休克。後雖經醫院搶救脫險但從此性能力呢就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有可能終身喪失性能力。但本案的結果是什麼呢？是3名女子不構成犯罪，各向被害人賠償2萬元了事，而被害人性功能障礙依舊存在，性能力呢已難以復原。她還年輕，還未滿16歲。是的，相較於強姦罪強制猥褻罪是輕罪，相較於強姦女性，強姦男性要付出的犯罪成本明顯更低。而這樣的立法現狀還是爭取來的結果。在15年刑修9出台以前重度性侵男性甚至連猥褻罪都算不上，只有性侵達到輕傷2級的程度才會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輕傷2級是什麼概念呢？唐山打人案大家還記得吧？該案的受害者最終鑑定就是輕傷2級。10年呢，朝陽法院就審理了一起案子，該案中42歲的保安李某就在單位宿舍裡強行性侵了18歲的陝西男子李某，並致其肛管後位肛裂，達到了輕傷。最終法院怎麼判的呢？以故意傷害罪判其有期徒刑1年。這個案子呢，即所謂的中國男性強姦第一案。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立法現狀呢？出現這種立法不平等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其實不在於法律不尊重男性，而在於法律以前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從來就不尊重女性，不尊重人的性權利，進而衍生出男性受害的結果。說到這兒，估計也有人會想，咦，剛剛不還在打男權嗎？怎麼現在反而打起女權了？有這樣想法的都是同一批人，即使你們立場不同，你們本質上也沒有太大的區別。要理解這個邏輯大家需要先明白一點，是不僅僅是我國全世界在21世紀以前，在漫長的歷史中，長期都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父權制社會。在父權制社會下，女性是什麼呀？是財產。女性的貞潔是什麼呀？是財產的一部分。比如說古代戰爭，成吉思汗四處征伐，屠城的時候，身高在車輪子以上的男性都要殺掉，但女性、小孩、工匠會留活口。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尊重女性嗎？不是，他們就跟搶金項鏈、搶牛羊馬一樣，把女性和小孩視為財產，作為奴隸，如是而已。所以在此情況下，在古代一名女性被強姦，法律保護的是她的性權利嗎？不是，保護的是擁有她的那名男性的財產權。是，這個女人是我的，所以她的一切，包括她的貞潔，就都是我的。如果你性侵了她，那受害者不是女性，而是誰是我。在這個邏輯下，大家就能理解為什麼在古代會有貞節牌坊這些東西的存在了。貞節牌坊為什麼存在？不就是為了提醒每位女性恪守本分、守婦道？而所謂的婦道又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強調女性至於男性的財產屬性。比如說三從四德大家都聽過，三從是哪三從你知道嗎？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說來說去就是都要聽男人的話。所以在此類思維下，你就又能理解了古代女性被強姦為什麼會上吊自殺，為什麼周圍人都會罵作為受害者的她。如果大家真把她當人，是不會有這樣的反應的。
社會之所以罵它，就跟你嫌棄一個已經壞掉的玩具一樣，覺得它存在所需具備的一些功能已經得到了侵害，它髒了，它不再是一個完整合格的財產，所以它被嫌棄。是的，在古代的封建法律裡啊，奸罪保護的其實是女性的貞操，女性的貞操是什麼呀？是男性的財產，奸罪保護的是財產權利，而非人身權利。在這套邏輯體系中啊，性權利是不存在的，女性的性權利不存在，男性的性權利自然也不存在。然後學過歷史的朋友都明白，隨着近现代以來人權意識的覺醒啊，現代法治社會下立法根本邏輯已經開始轉變為關注、尊重和保障人權。同樣是強行與女性發生性行為，背後的立法支撐啊，也從保護男性的財產權轉為了保護女性的人身權利、性權利。奸罪變成了強姦罪，為什麼要多一個強字啊？強就是強行，強行即表明啊，其實違背了婦女的意志的。但是在長期父權制社會思維的影響下，人們依舊天然認為男性不會成為性侵犯的受害者。比如啊，首先社会主流思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認可同性戀群體，不認可同性戀群體呢，即更不認可同性戀之間的性行為。在同性戀達成合意的性行為都不認可的情況下，同性強姦則更不會進入法律評價的視野。同性中被強姦方會倍感屈辱，甚至羞於啟齒，因為他說出自己被強姦以後，如果他是同性戀，那他等於出櫃，結局是什麼？看過斷背山的都明白。如果他非同性戀，大家只會嘲笑他一輩子，因為背後反映了他的無能與懦弱，以及父權制社會規訓下人們對同性性行為天然的抵觸和厭惡。其次，在傳統思維中啊，男性的生理結構和心理結構就決定其性權利疏於法律的關注。什麼叫生理結構呢？有句話很霸道總裁啊，大家應該都聽過，叫嘴上說不要，身體卻很誠實。一般性行為啊是需要男性性器官插入的，而男性性器官之所以能插入，就說明啊其已經陷入了性亢奮的狀態。陷入性亢奮的狀態，不就意味着你想要嗎？你都想要了，怎麼還說自己是被強姦呢？同時，在傳統思維中啊，都是男追女，不是女追男。女性是處於被動方，是所謂的獵物，而男性都是主动方，是所謂的獵手。現在獵物主動送上門來了，你高興還來不及呢，還想告人強姦，這不過河拆橋得了便宜還賣乖嗎？在這樣的思路下，大家應該就明白什麼叫男權思維作繭自負，反而局限了法律對男性性權利的關注與保護了。可如今有句話說得好，大人，時代變了。首先是社會思潮變了，隨着女性意識的逐步覺醒，女權主義運動興起，你會發現在當下社會，誰是獵物，誰是獵手，還真不一定，孰強孰弱也不好說。具體到兩性互動上，女追男、女性性騷擾男性的情況也不鮮见了。舉幾個例子，這幾天還有個熱搜說漫長的季節爹味很重。那麼問題來了，電視劇裡用女性強吻男性來表達女性勇敢的戲碼還少嗎？這會不會也釋放了不好的信號呢？具體到現實生活中，王嘉爾演唱會啊被扔女性內衣，王嘉爾憑什麼就不能說是性騷擾呢？你在 BLACKPINK 的演唱會上扔男人沒洗過的內褲試試？還有淄博賣鴨小哥啊被女子逼到角落還被罵矯情，這找誰說理去？且不說公眾人物啊，根據我國性學大家潘勝明教授在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啊，中國男性遭遇性侵人數已經不低於女性。同時呢，在其與人大教授黄莹莹合著的《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也顯示，男性被性騷擾的統計數據甚至已經超過了女性。其次，隨着社會發展，同性戀群體也站起來了，且愈發的走進了社會的主流。舉個例子啊，朋友們，我所在的地方是成都，天府之國，走在大街上看到两位男士手牽手過馬路，很常見的呀。同性戀群體變多，同性性行為也自然增多，同樣有關性犯罪自然亦會增多。而对同性戀群體之間以及同性戀與非同性戀之間性自主權的保護，亦逐漸成為一個愈發需要且應該關注的事情。最後是醫學進步了，在座朋友們應該都聽說過一類藥物啊，叫萬艾可。萬艾可這是學名啊，你沒聽說過沒關係，它有個民間的俗稱啊，你肯定聽說過，偉哥啊，男人要是吃了這藥，就吃過的朋友可以在彈幕裡分享一下體會。反正啊，我聽說啊。那是不想硬也得硬啊，就跟之前未成年男性被下藥的那個例子一樣，人家是真的不想要，但是身體控制不住啊。多種原因下，男性被性侵已經不再是發生在陰暗處的低概率事件，而是實實在在有可能就會發生在身邊的大概率事件。在此情況下，如果說還有人在這跟我扯男性本來就是強勢方，摸一摸又怎麼了的啊，那你才是真正被男權主義洗腦的那一位。你要的不是平權，而是特權，你才是那個滿腦子封建糟粕，自己把自己放低了的人。而在社會已經發生如此明顯又深刻的改變的情況下，
法律若再不進行及時的調整，那我們就再也不能以法律具備滯後性為由為法律開脫。我們要尊重男性性權利，這與尊重女性性權利並不衝突，只要是人，其性自主權都應得到尊重。而现行法律對男性性權利的漠視，令人瞠目，亦令人作嘔。其不僅從客觀上令男性性權利於司法中陷入歧視性的被動，從主觀上，該立法思維亦充滿着封建糟粕的餘暉。這並非現代法治精神的題中之義，亦非平權思維下社會發展的健康方向。因此，我僅在此再次呼籲，將刑法第236條的強姦罪調整為強制性交罪，將男性也納入該法條的保護範圍。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有着平權思想的人，請通過點讚、關注和轉發，將本視頻讓更多人看見。歡迎來到真實法律世界，我們下期再見。